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傍晚5点55分，北京朝阳区的中央商务区正是下班的时候，东三环的车流开始变慢，一整排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映着夕阳。就在这一刻，一架白色的小飞机从东边的天空直直飞过来，一头撞上了那栋528米高的大楼。那栋楼的正式名字叫北京中信大厦，可是全中国的人都习惯叫它另外一个名字，因为它的外形模仿了中国古代盛酒的青铜礼器，那件礼器叫做尊，所以这栋北京最高的建筑被叫做中国尊。而在过去这10几年里，海外的中文舆论场给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外号，叫做习义尊。一架天上掉下来的飞机正面撞碎了中国尊的玻璃，这件事在网络上发酵的速度比火还快。有人说这是巧合，有人说这是天意，还有人说这只是一个更大的东西的开场白而已。因为在这之前的2天，福建的一座刚盖好还没开光的庙被连续7道闪电劈中起火。在这之后的第5天，天津最显眼的一栋地标大楼上，那面血红色的旗子被倒着挂了出来，而那一天正好是中共建党105周年。3件事8天之内全部发生，再加上风水界争论了几十年的第4件事，也就是北京城那条被称为龙脉的中轴线究竟是不是已经断了。4样东西凑齐，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个很吓人的说法。有人说北京的风水局彻底崩了，有人说这是天在说话。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4件事一件一件拆开来看，看看他们各自的真相是什么，看看老祖宗留下来的那套解读方法会怎么说，也看看在这些传说的背后真正在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先回到6月26日那个傍晚，那架飞机的型号叫做阿若拉 SA60L， 是湖南山河科技生产的国产轻型运动飞机，单发双座螺旋桨，注册编号 B12PP。 它下午5点30分从北京平谷区的石佛寺机场起飞，执行的是本场空域的单飞训练。按照原定计划，它应该在起飞之后大约10分钟就返场降落，可是它没有。飞行监测资料显示，这架飞机在进入降落航线之前偏离了预定区域，机头转向西边，朝着北京市中心的方向飞去。飞到东五环附近的时候，无线电通信中断了，飞行追踪讯号也跟着中断了。所属的通用航空公司之后再也联系不上这架飞机。国际飞行追踪网站公布的轨迹显示，它先是在石佛寺机场附近盘旋，然后明显脱离航线，讯号最后消失在中信大厦东侧一带。5点55分，它撞上了中信大厦东侧的高层外墙。撞击之后，飞机在空中解体，残骸和碎片坠落到大厦周边的道路和东门的檐棚上，部分残骸引发火情，冒出浓烟。大楼的玻璃幕墙破损，楼内人员紧急疏散。朝阳区政府后来通报，机上只有驾驶员1人，已经死亡，现场另有13人受伤。7月2日的通报进一步说明，驾驶员姓刘，男性，66岁，北京人，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2021年取得运动飞行执照，2024年取得私用飞行执照。通报说他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想要结束生命的表述，并把整起事件认定为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先说一句题外话，撇开所有的政治解读和玄学解读，这件事的最底层是一个66岁的老人，一个人住，睡不着觉，在日记本上一遍又一遍写下他撑不下去了。他最后选择的方式伤到了13个素不相识的人，这不是什么吉兆或凶兆，这只是一个很沉重的悲剧。我们在往下讲之前，先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好，那回到事件本身，为什么这件事会在网络上引爆到这种程度？第一个原因是那个时间差，这架飞机从偏离航线到撞上目标，中间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它几乎是无声无息地穿进了北京的核心空域，而在事发之前，外界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拦截或预警的迹象。北京的空域管制是全世界最严的地方之一，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当事情发生之后，路透社引述现场目击者的说法，大批警察迅速进驻大厦一带，有警员上前阻止路过的市民和游客拍照，部分道路临时封锁，
网络上大量现场影片被下架，一件被官方定性为个人行为的意外，却换来这种规格的处置，这本身就会让人想很多。第二个原因就是那个名字，中国尊。在中国的传统器物里，尊是礼器，是祭祀和盛大场合才会拿出来的东西，象征的就是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当一栋以尊为造型的大楼被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撞破，那个画面在中文的语感里实在太有画面感了。网友的联想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不是在暗示那个一尊要被从天而降的力量撞破？第三个原因才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有一位台湾的财经专栏作家印和田从风水的角度给出了一套完整的解释，而这套解释正是整个四大凶煞说法的骨架。他说，中国尊位在北京朝阳区的中央商务区核心地带，高528米，从方位上看，它正好落在北京城的东北方，也就是传统风水里所说的艮位。艮位是什么？在后天八卦的体系里，东北为艮，艮为山，被称为生气之门。它主的是财富，是产业，是新的机会从哪里进来。一座城市的艮位如果被立了高大的造型端正的建筑，在风水的理解里，就是在这个生气之门上立了一根柱子，把外面的财气和商业能量接进来。而中国尊恰恰是北京最重要的金融地标之一，是中信集团的总部。它的高度、楼层数、整体造型，很多细节都被认为暗合了风水里的吉利数字。换句话说，在这套解读里，这栋楼根本就不是随便盖的，它是被有意识地放在那个位置上，用来聚财聚气的。这栋楼的数字也确实值得看一眼，它地上108层，总高528米，是中信集团的总部，也是目前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设计团队当年公开解释过，尊形的外观可以有效减少风荷载，同时提升抗震能力，这是一个纯粹的工程学理由。可是在另外一套语言里，这些数字被读成了别的东西。108在佛道两家的传统里都是圆满之数，是念珠的颗数，是除夕夜钟声的次数，而528这个高度尾数是8，在民间一直是最被偏爱的数字。一栋以礼器为形，以圆满之数为层，以吉数收尾的建筑，就立在整座城市的生气之门上。你说这是巧合？可能是，可是当初拍板的人心里在想什么，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印和田还提到了更关键的一层，北京自古以来就被看作是北方龙脉汇聚的地方，最重要的主龙脉沿着北京南北中轴线展开。中国尊虽然不在中轴线上，也没有直接连上景山和紫禁城这条主龙脉，可是因为它位在东北方，又紧邻核心城区，所以被视为一条辅龙脉，专门为北京的权力中枢输送财气提供支撑。那么这一撞掉了什么？在风水的语汇里，飞机是高速飞行的金属物体，它从空中猛然撞向建筑，这叫做飞煞。而撞击之后接连出现的火情，火焰猛烈燃烧，这叫做火煞。飞煞和火煞几乎同时出现，两种凶煞叠加，象征的是局势可能失控，风险持续升级。按照这个推论，被撞坏的就不只是一栋大楼，被撞坏的是那个人为布置出来的吉祥格局。而对应到现实层面，就是北京中枢的财运继续走弱，新的项目推不动，原有的产业和经济体系的颓势进一步加深。这是第一煞，飞煞入尊。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件事，它其实比撞楼还早，发生了2天。2026年6月24日晚上8点左右，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仙苑村，当天天气突变，乌云密布。网传的影片显示，一道刺眼的闪电从乌云中劈下，直击地面，接着是震耳的雷鸣，一处建筑瞬间起火，紧接着6到7道闪电接连劈下，雷鸣声不断。被劈中的是一座叫做龙须殿的庙，这座庙是当地村民、信众和本地商户自愿集资乐捐盖起来的，总筹资200多万元。它刚刚建好，还没有来得及举行开光仪式，天雷精准地在殿顶上破开了一个洞，然后引燃了内部结构。消防来得算快，火没有烧穿整座建筑。可是当人们进去看的时候，看到了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的一幕。
庙里供奉的4大天王像脸全部被烧成了黑色，可是金身却完好无损。官方的调查结论很直接，是避雷设施缺失导致的。当地村干部还特别出来辟谣，说网络上疯传的那段超粗大的紫色闪电影片是假的，是合成的。不过村干部也承认了2件事，雷劈是真的，庙起火也是真的，而且另外一段没有紫色闪电，但是蓝紫色电光此起彼伏的影片被认为是真实拍摄的。到这里为止，这都还只是一则地方新闻，真正让它冲上全中国热搜的是接下来被挖出来的东西。有人查出来，这座名义上的全村公庙长期以来实际上被蒲氏后人当作私人家族祠堂在使用，民间俗称蒲氏家庙。而在偏殿里，据说配祀了一尊神像，供奉的是南宋末年的一个人物蒲诗文。蒲诗文是谁？我们得先讲他的父亲蒲寿庚，生于1205年，卒于1290年。他的家族是阿拉伯裔的海商，迁居中国之后在泉州落脚。蒲寿庚后来出任提举泉州市舶司，也就是掌管整个泉州港对外贸易的最高官员。史书上说他善藩薄利者30年，意思是他垄断了泉州的海上贸易利益长达30年。他不只是商人，他手上有钱，有港口，有船队，还有军政权力。他是南宋朝廷在东南沿海最倚重的力量之一。然后南宋亡了，1276年临安失陷，逃亡的宋氏朝廷一路南下，希望借泉州港整补船队和物资。蒲寿庚一开始表示欢迎，恭请帝室留驻，可是主持军务的张世杰基于安全考量反对，并且征用了蒲氏的船队。蒲寿庚的家眷和产业全部都在泉州，他不愿意离开，更怕护送帝室会触怒元军，双方谈不拢，张世杰索性没收了蒲氏的船队和货品。蒲寿庚震怒了，而他做出的选择改变了整个东亚的历史走向。他关闭了泉州的城门，拒绝接纳南宋朝廷，这等于切断了那个流亡政权最后的海上生命线。紧接着他转向元军阵营，并且为了向新主子证明自己的立场，交出了一份极为血腥的投名状。1277年，他命令儿子蒲诗文在泉州城内大规模屠杀留在当地的赵宋宗室。根据史料记载，泉州城内设有南外宗正司，聚居着大量南宋宗室与彝族，这批人成了首要目标。被杀的宗室子弟和官员数以千计，一说在3000人以上，另有数以万计不愿投降元朝的泉州人一同罹难。有记载说，为了斩草除根，连宗室的妇孺也一并杀死。还有记载说，为了独占赵氏宗室墓中的珍宝，蒲氏把赵氏的坟全部挖开，尸骨被扔在荒郊野外，泉州城血流成河。而晋江的吴氏家族收容了少数逃出来的赵氏宗人，从此赵氏后人流传下一句话，叫做生吴死赵，意思是活着姓吴，死了才回姓赵。这句话一直流传到今天。蒲氏家族因此在元朝权倾一时，可是报应来的也不算太晚。元朝灭亡之后，明太祖朱元璋重整沿海秩序，追究前朝地方豪强，蒲氏那段被宋助元的历史被重新翻出来。最终朝廷对蒲氏后裔施以极为严厉的处置，男丁充役为奴，女性编入教坊，并且限制后代参加科举和入仕的资格。一个家族被整整钉在耻辱柱上几百年。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一座福建小庙被雷劈这件事会在2026年的中国网络上炸开了。因为在民间的叙事里，这不是一场意外，这是一场迟到了749年的清算。道教圈子里也给出了一套解读，有人引用法海遗珠和渡人经的说法，认为这是典型的积坛伐庙现象。他们的论据是，那座庙周围高楼和电线杆林立，天雷却绕过所有高处，精准直劈地势不高的庙宇屋顶，这符合雷法中4门执法护卫周围，精准清剿内部的特征。而4大天王像被熏黑变相，红布烧尽，金身却不坏，被解读成天罚只针对特定的东西，不伤正神。至于那个新庙未开光就被劈的细节，在这套说法里也有解释。新庙在开光之前气场是空虚的，容易被孤魂精怪占据，所以要在正式成立之前先强行破庙除邪。当然，我们必须诚实地说，
这座庙到底有没有真的配祀蒲师文？网络上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权威确认。避雷针缺失导致落雷起火，在物理上是完全成立的解释。可是为什么几亿人选择相信另外一个版本？因为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有一句话的分量太重了，判主者不容于天。这是第二煞，雷煞伐庙。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件事。这一件发生在7月1日。2026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105周年。上午，庆祝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发表讲话，回顾了中共建党以来的发展，同时也讲了一段被外界反复咀嚼的话。他说，中国的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求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增强斗争本领，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他还说，中国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就在同一天，天津作家崔成浩在社群平台 X 上发布影片，指出有网友发现天津万代福国际大厦这栋标志性建筑上悬挂的旗子挂反了，那面旗倒着挂在了大楼上。网友的反应很快就淹没了留言区，有人说这算装置艺术吗？有人只写了3个字，挂反旗，也有人写得更直接。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这面旗不是挂在某条小巷子里的杂货店门口，而是挂在天津万代福国际大厦上。那是一栋在当地相当显眼的地标建筑，位置好，楼层高，正对主要干道。也就是说，这面旗是挂在给全城人看的地方。而那一天是7月1日，是那个政党1年当中最重视的日子之一。整个城市的市容管理在那几天一定是绷到最紧的状态，所有能检查的地方都会被反复检查过好几遍。可是它还是挂反了，而且挂反之后还在上面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长到有人发现，有人拍下来，有人上传，有人转发到墙外去。一个把控制力当作最高美德的体系，在自己最重视的日子里，在自己最显眼的位置上，没有能够把一面旗挂正。现实的说，这几乎肯定就是一次施工或维护上的疏忽。旗子挂反这种事在全世界每一天都在发生，可是我们得理解，为什么在中文的语境里这件事的分量会这么重。在中国古代的军事传统里，旗就是军魂，中军大旗立着，代表主帅还在，阵还没乱，旗倒了，就是主将已失，全军溃散。史书上有无数次战役的转折点就写在旗倒2个字上，所以旗的正与倒从来就不只是布料的方向问题，那是一个关于秩序还在不在的符号。而在传统的谶纬体系里，还有一个更精准的词，倒悬。推背图第43项的谶语有一句话流传极广，叫做赤马绝足，乾坤倒悬，纲常错乱，九域有分。2026年农历丙午年，丙属火，午属马，这一年正是所谓的赤马年。而赤马绝足的意思是那匹曾经一路狂奔的红马突然失了前蹄。乾坤倒悬的意思是天地异位，上下颠倒。纲常错乱的意思是原本的规则体系开始失效。一面倒着挂的旗和一句写着乾坤倒悬的千年谶语在同一年撞在一起，你说网络上会不会炸？而且丙午年的下一年是丁未年，丁也属火，未属阳，所以民间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说法，叫做赤马红羊节。这个说法认为，每60年轮回一次的丙午和丁未这2年是天地间火气最盛的年份，容易出现划时代的大灾变。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就在旗子倒挂的那一天，站在人民大会堂讲台上的那个人自己也在讲风浪。他说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上面的人在说要准备接受惊涛骇浪，下面的城市里旗子倒着挂，这种对仗就算是编剧也不敢这样写。这是第3煞，旗煞倒悬。好，那现在我们要进入最核心的第4件事了。前面3件都是今年夏天发生的具体事件，可是第4件不一样。第4件已经被争论了几十年，北京的龙脉到底断了没有？我们得先弄清楚北京的龙脉到底是什么。在中国传统的堪舆学里，全国的山川走势
被归纳成三大干龙。北龙之气发于奇曼塔格山，沿黄河穿过青海、甘肃、山西、河北和东三省等北方地区，一路延伸到朝鲜半岛，接上白头山，然后引入海中，最后连接日本列岛。北京和天津就坐落在北龙之上。中龙之气始于阿尼玛青山，走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区域，到渤海终止。西安、洛阳、济南都是中龙气聚之所。南龙之气发于可可西里山，沿长江经云贵两广、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入海，香港、广州、南京、上海都在南龙范围。而在城市这个尺度上，北京的龙脉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具体所指，就是那条南北中轴线。这条线全长 7.8 公里，北端是钟鼓楼，南端是永定门。纵贯整座老城，它始建于13世纪，成型于16世纪，此后不断完善，前后历经7个多世纪。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把它以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为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的15个遗产构成要素由北到南依序是钟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太庙、社稷坛、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南段道路遗存天坛、先农坛和永定门。遗产区面积589公顷，缓冲区面积4542公顷。古人为什么这么在意这条线？因为有一句话，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则功之中而立庙。意思是天子应该把国家立在天下的正中，把宫殿立在国家的正中，把宗庙立在宫殿的正中。所以紫禁城盖在中轴线的正中央，明清两代的皇帝龙椅都端端正正摆在太和殿的正中。如果把北京城看成一个口字，那么这条中轴线一划下去，就构成了一个中字。而风水的逻辑是，如果都城和皇宫修在气场强大的龙脉之上，就可以千秋万代永保社稷。可是一旦龙气消散殆尽，就会出现改朝换代。那么问题来了，这条线真的是直的吗？这里有一个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细节。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迁都燕京，也就是后来的大都。负责规划的是精通天文历法的刘秉忠。经过测量，他划定的中轴线与子午线基本重合，可是不完全重合。从皇城以北开始，这条中轴线就向西偏斜了大约2度。在这条偏斜的轴线上，地安门向西偏离子午线200多米，而元大都的钟鼓楼已经向西偏离子午线将近300米。那这个偏斜指向哪里？有研究指出，把这条偏斜的轴线顺着方向延伸270多公里，落点就是忽必烈入主中原之前的旧都元上都。换句话说，在最玄的那一层解读里，这条被称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杰作的中轴线，从一开始就悄悄地把头偏向了草原的方向。它从来就没有真正指向天心，它指向的是来处。而这条轴线上还藏着另外一个更沉重的故事。我们刚才念过的那份遗产名单里，有一个名字叫做景山，它就在故宫的正北方，紧贴着神武门。景山不是天然形成的山，它是人堆出来的。明代永乐年间营建紫禁城的时候，开挖护城河和太液池所产生的大量泥土，被一车一车运到这里，堆成了一座人造的高地。当时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镇山。镇什么？在明代的说法里，这座山要镇的是前朝的地气。元大都的宫殿旧址就在这一带，新王朝要把元朝残余的王气压在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同时，这座山也是紫禁城的靠山，是那句背山面水里的背山。有了它，皇城的格局才算完整，才算坐得稳。换句话说，景山是明朝的风水保险，是那个王朝亲手为自己买下的，据说可以保万世的护身符。那么结局呢？1644年3月，李自成的大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在天亮之前走出紫禁城的后门，登上了这座山，然后他在山上的一棵树下自缢而死。明朝
王在自己亲手堆起来的镇山上。这件事在中国的政治记忆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深到后来每一个谈北京风水的人都绕不开这一段，因为它几乎是一个完美到残忍的隐喻。你花了最大的力气去布置一个永远不会坏的局，而那个局最后成了你的葬身之地。还有一件事，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如果你仔细看那份世界遗产名单，你会发现里面除了钟鼓楼和故宫这些古建筑之外，还有一整组20世纪才出现的东西。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包含了广场本身、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1949年之后的政权并没有绕开这条古老的轴线，相反地，他非常刻意地把自己最重要的几栋建筑一栋一栋嵌了进去。广场铺在正阳门和天安门之间，纪念碑立在广场的中心，纪念堂就压在中轴线的正上方。从堪舆的逻辑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动作。你不只是承认了这条龙脉的存在，你还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直接放上去了。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关于这条线的每一个传说，最后都会被自动翻译成关于某个政权的传说，因为那是他们自己选的位置，是他们自己主动走进这个局里面的。好，那我们再看现代。进入20世纪之后，北京开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改造之一，城墙拆了，护城河填了大半，地铁一条一条往地下钻，高速公路一环一环往外圈，高铁隧道穿山而过，大兴国际机场在南边平地拔起。每一项工程在现代工程学上都是奇迹，可是在堪舆的语汇里，每一次深挖，每一次凿穿，都被形容成一刀。这就是所谓龙脉能量被斩断的说法的来源。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北京不是被一件事破的风水，而是被几十年连续不断的动土一寸一寸切开的。这种说法当然完全没有办法用科学来验证，地底下没有一根叫做龙脉的管线，你挖开也找不到。可是它有一个很值得琢磨的心理基础。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讲究的是一种顺应，城要顺着山势走，水要顺着地形流，建筑的高度不能压过主要的自然地标。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很朴素的环境智慧，就是不要跟你脚下这块土地硬碰硬。而过去这几十年里发生的事情恰恰是反过来的，是把山削平，把河改道，把湖填掉，把地下挖空，然后在上面盖起越来越高的东西。所以当人们说龙脉被斩断的时候，他们用的虽然是玄学的词，指向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感受，就是这片土地被改造的太快太狠了，快到已经没有人知道那些改动的长期代价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回来。而那些相信这套说法的人最爱引用的证据是2023年那场暴雨。那一年夏天，台风杜苏芮的残余环流灌进华北，北京连降暴雨，就连象征皇权的紫禁城也打破了600年不淹水的记录，出现了被称为九龙吐水的奇观。网络上当时分成两派，一派发帖说北京连降暴雨引巨龙出关，国运大开，另一派的风水师则把它视为凶兆，认为京城是王权的象征，淹水预示着王朝不稳。同一场水灾里还有一组对比被反复拿出来讲，现代钢筋水泥修建的一座大桥，通车才8个月就被大水冲垮，而用古代糯米石灰筑成的卢沟桥，历经800年风雨安然无恙。那次洪水之后，河北涿州被淹，网络上流传的说法是泄洪误伤，可是也有人说那次操作其实牵涉到一件更隐秘的事，就是抢救北京正在衰颓的帝都风水。我们没有办法证实这种说法，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种说法有市场。然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时间框架，叫做3元9运。这套理论认为，天地之气运循环不息，180年为一个大周天，分上元、中元和下元3元，每元60年，每元再分3运，每运20年。近代这一轮3元9运从1864年开始到2043年结束，2004年到2023年是下元8运，8白左辅星当令，卦属艮，五行属土，土主的是稳定，是不动产，所以那20年正好就是中国房地产狂飙的20年。
而2024年到2043年，轮到九子右弼星当令，卦属离，五行属火，这就是所谓的九子离火运。火是什么？离为火，火色红，红到极致就是紫。离卦主光明，主科技，主虚拟产业，主精神文化。可是火还有另外一面，火的特性是急，而且不长久，它可能瞬间爆发，也可能很快熄灭。火是一种有攻击性甚至毁灭性的力量，所以早在九运开局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指出，这20年恐怕不会是太平盛世。火炎土燥的年份容易有地震、山崩和火山，人性急躁，人与人之间容易起矛盾，国与国之间容易起冲突。还有一个更细的时间刻度，值得我们顺带一提。2026年是丙午年，天干丙属阳火，地支午也属火，而且午是一天之中火最旺的位置，所以这一年在干支的组合上是所谓的火上加火。传统命理管这种格局叫做火炎土燥。火太旺会怎么样？在五行的逻辑里，火克金，火太旺则金融。金主的是什么？主的是兵戈，是法度，是那些坚硬的、成型的、用来支撑结构的东西。所以在传统的解读里，丙午这样的年份容易出现旧有结构承受不住而崩解的情况。而火炎土燥的另外一面是土被火烤干了，土主的是承载，是稳定，是根基，土燥则根基裂。所以你会发现，今年讲预言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乐观的。从推背图的解读者，到民间的命理老师，到那些做地缘政治分析的频道，讲来讲去都是同一个字：变。当然，我们也得公平一点，丙午年60年来一次，上一次是1966年，再上一次是1906年。历史上的丙午年确实都不太平，可是历史上哪一年是太平的呢？这种先有结论再去找证据的方法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而九运旺的方位是南方，九运要见的是南方见山，北方见水。北京在哪里？北京在北方，坐在坎位上，五行属水。所以在这套时间框架里，2024年之后的这20年本来就不是北方权力中枢最舒服的一段时间。一个以土为根，以稳为本的格局，走进了一个以火为主，以变为常的大运。这是第4煞，龙脉断绝。好，4样东西讲完了，现在我们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飞煞入尊，撞的是艮位的辅龙脉，对应的是财气和产业。雷煞伐庙，劈的是叛主之人的牌位，对应的是忠诚与背叛。奇煞倒悬，倒的是那面代表政权的旗，对应的是纲常与秩序。龙脉断绝，断的是整座城的地气，对应的是国运本身。财、中、戌、运4个字凑齐，落在同一个夏天，这就是那个吓人的说法能够传开的全部原因。我想在这里先停一下，把我自己的立场讲清楚。我不认为那架飞机是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引导的，我也不认为那道雷是谁派下来的，我更不认为一面旗子挂反的方向能够决定14亿人的命运。可是我认为这4件事被放在一起，讲述这个现象本身是这个夏天最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之一。因为传说从来不是凭空长出来的，传说是社会情绪的结晶体。一个社会要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才会让这样的故事跑得这么快，传得这么广，被这么多人心甘情愿地相信？这才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回答的问题。可是我们得问一句更重要的话，为什么是2026年？因为如果你把玄学那一层完全拿掉，只看新闻，你会发现这个夏天本来就已经够乱了。今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同时被官方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解放军报的社论说，这2个人严重践踏破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20届军委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震荡。领导班子从换届后的7人一下子只剩下2人。4月3日，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落马。到了今年7月，也就是每年夏天北戴河会议的前夕，马兴瑞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6月26日，也就是飞机撞楼的同一天，中共人大公告罢免14名官员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其中包括马兴瑞。可是张幼霞和刘振立依然保留人大代表资格，案子在明面上没有任何推动。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7月16日爆料说，张幼霞已经承认曾经试图逼习近平交权，而且直言改写历史只差一步。他还引述消息称，张幼霞曾经获得部分党内元老的支持。到了7月22日，当网络上开始流传张幼霞会被从轻发落，保留军级降职处理的说法时，蔡慎坤又公开表示，他认为这个消息极不靠谱。同一时期，另外一批传闻也在海外中文圈里流动。有人说王岐山因为送花圈的事被软禁，有人说曾庆红已经及时撇清关系，有人说调查人员拿张幼霞的儿子当突破口逼他配合。这些说法我们一个都无法核实，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们原样放在这里，让大家自己判断。可是有一件事是可以核实的，根据公开消息，中共中央预计从今年7月底开始，分3批派出45个考察组，对31个省级行政区和124个所谓中央和国家机关进行考察。中央军委预计也会派出8个考察组，对军方高级干部进行考察。而据体制内人士透露，这场考察的核心是筛查部级以上官员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忠诚度。而中共21大预计在2027年秋天召开。换句话说，这个夏天不是普通的夏天，这是一场换届前的大清洗刚刚启动的夏天。而在权力斗争之外，还有一层更广泛的东西在动。今年这个夏天，中文媒体上出现了一批相当密集的报道和讨论。北京和上海的商业街区出现大量空铺，写字楼的空置率居高不下。深圳一些高层住宅社区因为维护成本压不下去，被讨论会不会逐步滑向失修的状态。年轻人的就业依然是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而消费降级这个词已经从网络热词变成了日常语言。当然，这些描述有多少是准确的，有多少是夸张的，我们得保持谨慎。经济数据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可以被讲成好几种不同故事的东西。可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那就是这几年里，愿意相信坏消息的人明显比愿意相信好消息的人多得多，而这一点比任何一项统计数字都更能说明问题。与此同时，天上也没闲着。7月4日以来，受台风影响，广西持续遭遇特大暴雨。7月6日上午，南宁衡州市的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先后发生漫顶和缺口，其中已经有66年历史的六兰水库大坝出现2处主要溃口，溃口总长约50米，大量洪水向下游宣泄。六兰村和邓围村等地遭洪水淹没，部分房屋积水淹到屋顶，车辆被冲走，多个村庄一度停电停水，通讯中断。衡州和周边地区至少有15座水库出现溃坝险情。国家和自治区调派了包括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公安、卫健、电力和通讯在内的各类抢险救援人员，共计8342人。而在事后的检讨中，一个细节被翻了出来：六兰水库服务站编制74人，实际在编只有45人。事发当天，大坝工作站只有14人值守，还得兼顾另外4个小型水库。而站长透露，正值换届，负责人只有一正一副，而不是原本应有的一正3副。正值换届，你看这4个字把玄学那一层和现实这一层一下子缝在一起了。好，那我们现在得谈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看事情？这不是迷信，这是一套从汉代一路运行到今天的政治语言，它的名字叫做天人感应。汉代的董仲舒把这套理论写进了帝国的意识形态核心。他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皇帝是天子，是替天管理人间的人，所以人间的政治如果出了问题，天会先发警告，警告的方式就是灾异、日食、地震、洪水、蝗灾、彗星、怪雷，这些都不是自然现象，这些是天在说话。所以在中国的正史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门类，叫做五行制。历朝历代的官方史书都会用大量的篇幅，一丝不苟地记录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怪事。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某地降下血雨，哪一年某宫殿的柱子无故裂开，哪一年有石头自己会移动。为什么要记？因为在那套体系里，这些是政治文件，
而这套体系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给了臣民一个唯一合法的可以批评皇帝的管道。你不能直接说皇帝错了，那是大不敬，是要掉脑袋的。可是你可以说天降灾异，陛下宜修德，你把责任推给天，然后皇帝就必须回应。历史上有无数皇帝在大灾之后下罪己诏，减善撤勒，大赦天下，甚至罢免宰相。他们不是真的相信是自己惹怒了老天，他们是在回应一种政治压力。我们可以举几个真实的例子。汉武帝晚年连年征战，国库空虚，民间疲弊。在一连串灾异和谏言之后，他颁布了轮台诏，公开检讨自己过去的用兵政策。这被后世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的罪己诏。1679年，也就是清康熙18年，正是三藩之乱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北京突然发生大地震，宫殿民房大量倒塌，死伤惨重。康熙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派人去研究地质，他下了罪己诏，并且要求群臣直言朝政得失。他很清楚，在那个时间点上，一场地震能够动摇的不只是房子，还有整个帝国对他的信心。明代的记录更是密密麻麻，哪一年宫中出现怪风，哪一年京师降下异物，都会立刻引来大臣上书，结题发挥，把矛头指向某一项政策或某一个权臣。所以你看，这套系统从来就不是关于天气的，它是关于权力的。它是一个社会在没有选票的年代里，用来对统治者施加压力的一套精密工具。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了，当一个社会没有自由的新闻，没有合法的异议管道，没有可以公开质疑最高权力的空间的时候，意象和谶语就会自动变成唯一被容许的抗议语法。一面倒挂的旗，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都只是一个物业管理的疏失。可是当几千万人选择不把它看成疏失，而是争先恐后的转发它，给它配上谶语和注解的时候，那个现象本身就已经是一份无法被删除的民意调查。历史上这种事一次都没少过。陈胜吴广起义之前，在鱼肚子里塞了写着字的丹书，晚上在草丛里学狐狸叫，喊出那句大楚兴。王莽篡汉之前，全国各地不断冒出所谓的福命。黄巾起义之前，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传遍了整个帝国。这些人相信天命吗？可能相信，也可能不信。可是他们都非常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天命这个词是当时的社会里唯一能够正当的说出改朝换代4个字的容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其实并不新鲜，它只是同一套古老的语法，在2026年的网络上又运行了一遍而已。那么这些预言到底准不准？我们必须非常诚实地说一句话，历史上绝大多数关于具体年份的预言都失败了。推背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唐初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的这本书，在宋朝就被打乱了顺序。清初金圣叹整理过一次，可是他自己也承认，正以往之事易，推未来之事难。也就是说，事情发生了之后回头去对，总是能对上，可是要在事情发生之前说准，非常难。今年7月，有研究者发表了一套新的推背图归序方法，主张每一项的地支预言了该项事件发生的主要年份，误差不超过3年。按照这套排法，第46项对应戊午，指向2026年或最晚2029年，讲的是代公之人到袭。第53项对应己未，指向2027年或最晚2030年。第47项对应辛酉，紫微星明，指向2029年到2032年之间的改朝换代。还有一件事，时间上也刚好接得上。今年7月中旬，帕克发布了他的最新预言，说8月中旬之后，世界将进入一段全球性的危机期。而在同一个时期，泰国也有预言家提出了一批针对今年下半年的警告。我知道每一年都有人在预告危机，这些说法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事先验证，只能先记下来，然后等时间给答案。可是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很值得玩味，就是今年这些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使用完全不同方法的预言者，指向的时间窗口却高度重叠，而且几乎都落在今年下半年到后年之间。这当然也可能只是因为全世界的人现在都很焦虑，
而焦虑的人做出来的预测本来就会长得很像。这套推算听起来很精致，可是我们得提醒大家，过去几十年里，关于同一批图像出现过至少几十种完全不同的排序和解释，而每一次解释者都非常确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答案。上一次被广泛压住的时间点也已经悄悄地过去了。黄檗禅师诗里有一句刚到金蛇运以中，刘伯温的推背图里有一句难过寅卯辰4年。这些句子每一次被引用都会被套在当下这一年上，这不是预言在应验，这是我们在应验预言。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结论是什么？我想说3件事。第一件事，这4个凶煞里有3件是真实发生的事件，飞机真的撞了中国尊庙，真的被雷劈了，旗真的倒挂了，这些不是编的。可是他们各自都有非常清楚的世俗解释。一个66岁的老人在绝望中做出了伤害自己和他人的选择。一座没装避雷针的新庙在雷雨天起了火，一面旗被工人挂错了方向。物理世界里没有任何神秘。第二件事，可是这3件事在同一个夏天被串在一起，然后以惊人的速度传遍整个中文网络。这件事本身一点都不神秘，而且极其重要，因为它精确地测量出了一件东西，那就是人心的温度。当一个社会里的人开始热切地期待每一个意外都是征兆的时候，那说明他们对现状的耐心已经接近某个临界值了。他们不是真的在等一场天谴，他们是在等一个变化，而在等不到别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只能等天。第3件事，也是最后一件，风水这个词在最古老的意义上讲的其实不是玄学，而是选择。选一块土地，让水能够留住，让风不至于把生气吹散，让人可以世世代代在上面活下去。他谈的是人和环境之间那种漫长的彼此成全的关系。而在中国最古老的政治典籍《尚书太史篇》里，有2句话，我觉得比任何一句谶语都更有分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天用什么眼睛看？老天用老百姓的眼睛看。老天用什么耳朵听？老天用老百姓的耳朵听。所以真正的龙脉从来就不在地底下，真正的风水局也不在哪一栋楼的方位上，它在六兰水库下游那些爬上屋顶等待救援的人身上，在那个编制74人却只有45人在岗的服务站里，在那个换届换到连值班负责人都凑不齐的体制里。一个政权的气不是被飞机撞散的，也不是被雷劈断的，是一寸一寸自己漏掉的。我们再回头看一次那4样东西，一架飞机撞在一座以尊为名的楼上，一道雷劈在一座供着叛主之人的庙上，一面旗倒挂在建党纪念日的地标大楼上，一条龙脉被几十年的工程一刀一刀切开。如果你把它们当成预言，那你就会焦虑地等待某一个日期。可是如果你把它们当成一面镜子，你看到的就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你看到的是一个社会在说，我们已经不相信官方版本的任何解释了，连一架失控的飞机，我们都宁可相信那是天意，也不愿意相信那只是一个孤独老人的绝望。这种不信任比任何一道雷都更难修复。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任何告诉你他确切知道哪一年会发生什么的人，你都应该多留一个心眼。可是有几件事是值得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持续关注的。张幼霞案最终会怎么处理？这关系到最高层权力平衡的真实状态。今年下半年那45个考察组会带回什么样的名单？这关系到2027年秋天那场大会的人事底稿。经济的下行还会走多久？年轻人的就业还会压多紧？以及当下一场天灾来的时候，那个系统是不是还能够及时反应？这些才是真正的变数。至于天上会不会再劈下一道雷，那个我们就交给天吧。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如果4大凶煞真的什么都不代表，只是一连串的巧合，那么你觉得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会让几亿人同时愿意相信这串巧合？